Hello，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录制这款经典发型，它名字叫内侧外翻，它是一个圆形的内部结构，然后我们从视觉上面看呢是一个三角的一个形状。那我们去修剪的时候呢，主要是它的一个角度的控制、划分还有切口。这款发型呢，它是一个不对称的发型啊。那我们去分区的时候呢，先把头发呢梳到自然垂落，找到我们的瞳孔的最外处。梳到我们的自然垂落，基本上如果说你想要控制的，有的人左手会灵活一点，有的人右手会灵活一点。那我呢，通常会把的大边呢分到右边，你也可以把大边分到左边，都是可以的。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头发呢先往后梳，找到我们的瞳孔找到我们的瞳孔的中间垂直向上的位置，那这个是我们的37分。那这一条线的划分呢是连接到我们的中轴线上它是一个梯形的划分。好，我们把这条线先分开，它是大小边。现在呢，小边在我们左边，大边在我们的右边。好，后面的位置呢，我们是继续的以我们的黄金点贯穿我们的 K 点、枕骨点以及我们的颈点，把这条中轴线呢打开，两边记得要梳对称。剪经典发型呢，主要是练习大家对形状和角度的控制，所以我们在去修剪的时候呢，一定要慢，要精细，注意我们的切口一定要精致。好，我们先把小边这边头发呢给它夹起来，这边先不剪，我们先从大边这边开始。好。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头发呢，先给它往后梳，先把它的头发呢梳顺、梳通，保证我们的水分是一个均匀的状态。好，现在我们把这个头发的毛流导顺，沿着我们的发际线向上1公分左右去连接我们的耳上基准点，在我们的耳朵的最高处。好，我们先把这片头发呢给它梳下来，后面的头发呢给它夹干净。下夹子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逆向，从发根的位置夹紧它，这样头发就不容易乱掉。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条划分线，它是一个斜后的一个划分，高度呢在我们的耳朵的最高的位置上。这片头发呢建立的是我们的外线的形态。那我们去修剪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斜线的切口，也就是说，我们用这个圆形剪出一个前长后短的一个形状它是一个圆形的内部结构。那我们现在去剪的时候呢，如果说你不方便控制的话，我们可以分2刀去剪。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头发呢看成2个面。那现在我们的前侧点就是我们的前面的头发，这一块的头发呢，我们需要给它放长，后面这块头发呢，我们给它收紧好，找到我们的前侧点的头发，把这片头发呢梳过来梳到我们的侧面。再去梳头发的时候也要注意你要把头发梳展开带到我们的这个面，千万不要把头发梳成往上翻的带过来，这样的头发呢要么短要么长，所以它切口呢就会不干净。所以我们梳的时候呢，一定要均匀轻，把发根梳通透。长度呢，我们大约定在我们的嘴唇往下的位置下巴往上一点点下颌线往上一点点。好，现在我们拉过来，指尖稍微抬起一点点。如果你想让这个刘海剪得更轻柔一些的话那我们可以稍微的抬高1指位，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外线呢它是比较的柔和的如果你想让它重的话，你就贴紧它去剪就可以了。好，现在我们把它带到我们的前侧点的位置上，指尖抬起1指位，放长我们的指尖的长度。好，现在我们把它1刀剪切掉。好，剪完这1刀以后呢，继续剪我们的侧面的头发，这是从前侧点到我们耳上基准点的头发。在这一片头发呢，我们去修剪的时候呢，注意我们的切口我们可以把这1刀呢放的稍微的平缓一点，不要过于的收紧。好，前面我们拿出来一片头发作为引导线，继续的把这片头发拉起来我现在用的角度呢是15度，发丝与头骨的角度发片与头骨的角度15度。现在我们把这头发呢继续的再梳，那这1刀的切口是相对的平缓的相对的平缓一些。好，现在我们去检查一下它这个切口的形状。
放下来我们能清晰的看到呢，它这条线呢是一个很流畅的、自然的一个内弧的线条，前面会长一些，后面是短一些啊。因为我们的指尖在往下压，抬高放长我们的前面，然后它前面的这个刘海呢，就是一个这样的形态，是一个斜向前的。好，我们继续的向后去延伸，继续向上1指位去连接我们的耳上基准点的位置。那这片头发呢，往后面的头发不用分得太宽，上面的头发呢可以分得稍微的比后面宽一点点啊。继续向后延伸1公分，去连到我们的耳上基准点。好，那我们再去剪这片头发呢，下面已经有我们的导线了啊。按照我们这个导线继续往上去修剪，再去修剪的时候呢，我们的角度要往上提升啊，不然的话你的切口也是非常的硬的，厚度就是它整个的这个效果呢是比较的厚重的。好，我们继续把这个头发呢梳起来。现在我的发片比刚才的角度往上抬了1指位。那如果说我刚才是15度的话，现在的角度是30度，对吧？好，我们把头发呢继续的给它梳通。梳通以后呢，继续的找到我们的引导线，现在我们的指尖继续的抬高。好，现在再去剪的时候呢，我们的切口呢不要一刀剪得太宽，要逐渐往后走，因为我们剪的这个切口呢，它是圆的切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能清晰的看到我们的切口是一个比较流畅的、比较柔和的。好，最后一刀啊，这一点有我们的外线，所以到这一刀的时候呢，我们的角度呢要稍微的再压低一点点，为了保证我们侧面头发剪完以后不会过于的弹上去，所以我们的角度呢压低。再去拉头发的时候要轻啊，一定不能使劲的去提拉这个头发，要放松，减轻它的张力的问题。好，剪完以后呢，我们能看到这个形状呢，在第2片剪理完以后，它的效果会更加的直观了。好，现在我们呢斜向后划分，大家看啊，现在剪完这2刀以后呢，我们从我们的这个再转一点，对，你说听不就行了吗？好，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头发呢往后梳过来，大家看啊，现在我们的前发已经剪好了啊，现在我们剪我们的后面的头发，第1刀也是我们的外线的形状，也就是说我们所有发际线1公分的位置都是在建立我们的形状，也就是我们的外部轮廓，对吗？好，现在我们往上1厘米去连接我们的颈点与我们的颈侧点的基准点的位置，那这条划分线的高度呢大概是45度啊，一个弧线的划分。弧线的一条划分啊，那这一片头发呢，主要是我们的一个外线的形态。好，好，我们现在把它这个头发呢，稍微的给点水，注意我们的水非常均匀啊。喷水的时候呢，注意喷成雾状啊，把它散开，这样子的话，头发的张力是比较均匀的。好，现在我们去修剪这片头发呢，我们拉起来的角度呢，大概与发丝与地面的角度呢，大概是30度左右啊。然后我们去修剪的时候呢，注意啊，这里是外线，是我们的形状的建立。现在我们的切口呢，大概与地面的角度呢，是一个45度的一个切口啊，切口与地面高度。好，现在我们继续剪我们的第2片。现在我们的切口呢，在这一刀往里面微微的收一点点。如果刚才是45度的话，那这一片的角度呢，大概是30度。所以我们的切口在逐渐的往后走，收进去啊。好，这一片我们的角度呢，把它收成15度的角度。现在是切口与地面的角度啊，并不是上下的角度。上下的角度呢，大概是30度左右。好，我们剪完以后能看到这个头发的一个外部轮廓啊，它的形状呢，很平缓的过来。好，这是我们的第1片。来，第2片继续向上延伸。现在我们这片头发呢，继续向上1公分去连接我们的颈点与我们的枕骨点的基准点。依然是斜后的划分线，划分的角度呢，大概与地面的角度是45度啊，弧线的划分。好，现在我们再去垂直进梳，转水平，把头发带起来，找到我们刚才的引导线啊，找到我们的刚才底下剪的第1片的引导线，
发片继续向上提升1指位。那这片发片与头骨的角度呢是45度啊，发片与头骨的角度45度，底下有导线，按照我们导线继续往里走就可以了。但是要注意的，头发在划分的时候是由高到低画的，所以我们的发片提拉的时候要跟随头骨去走啊，跟随头骨逐渐往下走。好，梳起来，找到我们的引导线，在这里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一片的头发呢，发片是由高到低的，所以你的指位呢摆成与头骨的形状是相等的一个效果相等的一个形状。好，我们拉起来的时候，按照底下的导线，指尖抬高啊，往里面走。再去走的时候呢，大家能看到我今天呢拿了一把这个大的剪刀。以往我们剪圆的时候呢，让大家去拿一个小剪刀去剪。因为剪圆形的时候是不能摊刀的，用大刀的目的呢，就是告诉大家，如果你的这个一刀剪得很宽，最终你剪出来的切口呢是不够流畅和圆润的。所以呢，不管你拿大刀还是小刀剪这个圆形，你只要不摊刀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每一片去修剪的时候呢，每片头发呢剪3刀到4刀的一个样子啊，尽量使你的切口呢走得均匀。好，我们的发片继续抬高，发丝与头骨的角度45度，好，继续的往后走。跟随我们的头骨走圆，往后走，切口在转角以内，往里面收一点啊。底下有导线，看到我们的导线再去下刀剪头发。好，把它剪好。继续向上划分，那这一片头发呢，我们向上1公分去连接我们的枕骨点的位置，划分线的角度依然还是45度的一个划分，弧线的一个划分线啊，弧形的划分线。好，发片拉起来，角度继续往上提升啊，提升1指位。现在我们的发丝与头骨的角度还是45度。提拉起来以后呢，找到我们的引导线，注意我们的指尖抬高，跟随头骨走圆。所以我们去修剪的时候呢，注意不要摊刀，弧线走形状啊。原位提拉，跟随头骨走圆。剪完以后呢，我们把它梳成自然垂落的状态啊。现在枕骨点以下的头发我们剪完了，能看到很明显的一个堆积感。来，我们纵向去检查一下它的切口。在这里我们能看到这个切口呢，它是一个比较整齐的状态啊，有一点点弧线，因为我们是跟随头骨走的圆形啊，有一点点弧线。好了吗？好，剪完这里以后呢，我们开始剪我们的动感区前发啊，上面的头发了。剪到枕骨点的地方就停下来，重新从上面开始继续往下剪。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个支架呢调一下，头位回正啊。每次去修剪的时候，注意你的头位啊。如果你控制不好的话，你就先把头位回正，然后呢再侧头侧到你想要的一个面上。侧头一点点呢，方便我们的下梳子和控制发片。好，我们再去给它喷点水。好，现在我把它上面头发呢往后梳，继续沿着这条划分线呢斜向后划分。现在的高度呢是接近75度的一个划分线啊，刚才下面的划分线呢是45度，现在呢在75度左右，所以我们的划分线呢逐渐在往上提升，对吧？好，现在我们去修剪这片头发的时候，大家有看到啊，这片头发已经是到我们的转角线以上了啊，所以如果说我们继续的用手心去修剪的话呢，这里的角度可能会有点硬啊，抬发片呢是不是很好抬？所以我们反手位去剪，反手位抱头式去修剪它。在我们提升的时候呢，转角线以下和转角线以上的头发呢，转角线往下提拉，提高45度；转角以线往上提拉，压低我们的切口啊。注意我们发丝与头骨的角度依然是45度。好，我们下梳子呢，抱头式修剪啊。好，我们把这片头发呢，我们把这边头发呢给它梳好啊。
再去梳头发的时候呢，有的小伙伴喜欢这么去梳啊，这样去梳头发可不可以呢？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这样去梳完的时候呢，第一个角度啊没有把它梳好，第二个呢是它的发根梳不均匀，因为我们要剪的是上面这一片，并不是下面这一片，是吗？所以我们梳头发的时候，如果你这样梳抓不起来头发，你可以从底下先把这边头发梳起来，然后呢再从发根梳出去，这样子梳到原位，梳到你要的角度上面，再去下刀就可以了。好，我们把它导线呢梳的厚一些啊，好，拉起来，找到我们的引导线。现在我们注意啊，发丝与头骨的角度依然是45度，下面有引导线，看到我们引导线再去修剪啊，切口依然还要走圆啊，弧线的去往上延伸。好，剪完这一刀以后，上面就是我们转角线以上的头发了。我们去梳起来的时候呢，往上去提升，发丝与头骨的角度依然是45度，拉起来。这个时候呢，要注意啊，压低你的切口，你的指尖永远是往内收的，指尖往内收，这里就是这个关节的位置是往外顶出去的。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切口就不会剪高，就是你剪完以后呢，层次不会断层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大家去训练反手去剪堆积的时候呢，这个是很能提升大家的对堆积的一个控制，还有对切口形状的一个控制啊。我们依然剪的是前面放大后面收紧的一个圆形。好，切口弧线的往上走。剪完以后呢，我们看到很明显的一个堆积感啊，很明显的堆积感，并且它是比较柔和的切口。来，继续的斜向后划分。划分线的高度呢，还是在75度左右。后面的头发我们把它夹干净。好，依然抱头式修剪，从底下往上剪啊，由内向外，从底下向上剪。好，拉起来，发丝与头骨的角度45度，看到引导线下刀。那现在我们去修剪的时候，能看到我们的每片头发是往前压住一片啊。不是它在原位啊，原位是这样子啊，它没有去这样去动，还是我们的发片的位置，发丝自然垂落的方向往下压住一片，角度就不会过高。好，拉起来，压住我们下面一片，看到我们的引导线，切口走圆。好，上面这片头发呢，往上提升，压低我们的切口，找到我们的引导线，继续的走。往上提升，找到我们的引导线啊，上面有引导线，所以我们的切口依然还是堆积的切口，对吗？如果我们在这里剪成这样的切口，你的切口这样子，那肯定是短掉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啊，你的切口一定是下压的。好，剪到这一片呢，我们去检查一下我们的剪切口的形状啊。纵向去检查的时候呢，这里看到我们上下的一个控制力。如果我们剪完以后呢，发现这里的切口是不均匀的，说明我们的控制力呢对每片的提升是有问题的。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个切口是非常干净的啊，是一个比较流畅的弧线，它是一个堆积的弧线，对吗？是一个堆积的弧线啊。这个切口能看到它是比较流畅的一个堆积的弧线切口。好，我们继续的往后延伸。喷点水，注意我们的水分。喷水的时候呢，要把水喷成雾状，洒上去，让这个头发呢每一根头发都浸在这个水里面啊。好，我们继续的往后延伸1公分，75度的划分线，弧线的啊，弧线的分割。好，由内向外抱头式修剪。垂直进梳，头发拉起来，找到我们的引导线啊，小弧线往上走去拼接。转角线以下的头发呢，往下提拉，压住我们的切口。好，到转角线以上了，往上提拉，发丝与头骨的角度依然还是45度，往上提拉，压低切口。指尖往里面收，对吗？弧线啊，切口走弧线。
所以我们这个发型呢，比较练习大家的控制力，控制我们发片的能力、形状的能力，控制我们上下的能力，还有我们对每片头发形状的一个建立。好，还有2片我们就剪完了。哎，再来1片啊！那大家能看到这条线马上就接近于垂直线了，对不对？这一条呢还是微微有点倾斜的，最后1片是一条垂直的划分线了。然后我们把它依然找到我们的角度45度。现在这片头发大家能看到还是向前压住1片的，对不对？不是每片头发站立在它自己的位置上剪的啊，向前压住1片。找到我们的引导线，找到我们的引导线，弧线自然的往上走。好，这一片头发呢向上提升，压住切口。向上提升，压住切口。最后1片，最后1片了，垂直划分的啊。最后1片是垂直的一个划分线，这片发片是垂直的，但是我们去修剪的时候呢，还是要把它带到我们的上面1片去修剪啊。好，我们垂直进梳，把这头发拉起来，找到它的角度45度，引导线，切口逐渐往上走。那如果你控制好了的话，你剪出来以后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堆积。然后我们看到这种效果以后呢，也是心情也是比较好的啊。所以大家要多去练习。继续压低我们的切口。好，咱们这一半就剪好了，大家能看到清晰的、明显的堆积感，对吧？有一个明显的堆积感，然后它的层次呢是非常均匀的，两边呢有圆形啊放大加收紧的效果。这是我们的大边啊，我们分2个边剪的，一边是大边呢，一边是小边。好，我们看一下它的切口。大家看一下它的切口，切口是一个堆积的啊，自然的内部堆积的弧线切口，对吗？啊，由上到下，很自然、很流畅的一个弧线，能看清楚吗？啊，它的切口是非常漂亮的，还有很明显的堆积感，没有阴线。好，下面呢，我们来剪我们的另一侧，也就是我们的小边这边啊。小边这边呢，我们同这边是一模一样的方式，但是我们去分区的时候呢，大家看啊，前侧点往前的头发，这边呢是大的，那这边是短的，后面啊，从前侧点往后的头发都是一样长的，不然的话，你的两边的量感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去修剪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两边的长度。好，现在我站到我的另一侧。这个夹子拿起来，现在我给它喷点水，继续给它喷点水啊，喷到你不滴水就可以了。好，我把这根头发呢给它梳好，梳好以后，找到我们的这个发际线往上1公分，去连接我们的耳上基准点。也就是我们的耳点的最高处，耳朵的最高处啊，去连接它。这片头发呢，我们要剪得短一点啊，让它两边的一个落差效果明显一点，会更好看一点。好，我们把这个头位呢回正，回正以后呢，侧向另一边。好，现在我们把这个头发呢梳下来，找到我们想要的长度。那我们这边的长度呢，我们放在这个鼻尖的位置上啊。放在鼻尖的位置上。好，把这根头发呢收起来，看好啊。指尖现在和我们的另一侧是相反的，指尖在压低，指放在往上抬，能看到这个切口吗？啊，发片的形状是这样的提拉的，与我们这边的发片提拉是一模一样的，手位、力度、角度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这边的手和另一边的手，一边是指尖朝上，一边是指尖朝下啊，力度要一样。好，我把这个头转到这个面，这样去看，可以吗？好，
第一刀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鼻尖的位置上，第二刀呢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耳垂的位置上，头发拉起来，继续的走，15度，放在我们耳垂的位置上啊。好，剪完以后我们能看到啊，这个是一个前面短的一个小的内弧，当然你也可以剪直线或者三角线都是可以的啊。好，现在我们检查一下我们耳点的位置是否等长。好，现在这是位置是一样长的。好，我们继续的向上1公分去连接我们的耳点最高处。好，我把这根头发呢梳起来。现在发片呢开始有抬高了啊，刚才是15度，现在呢提升到30度。拉起来以后，现在我们的指尖压低，指缝抬高。指尖压低，指缝抬高，指缝抬高呢再放长我们的前发啊。前面它是一个放大的效果，后面它是一个收紧的。好，最后一片这里是我们的外线啊，这一刀呢我们要角度再降低一点。这个切口放平啊，千万不要收上去，收上去等一下我们这边就会短掉，因为这个地方的张力是比较大的。好，剪完这一片以后呢，我们沿着这条斜向后的划分线继续的向后延伸，找到我们的发际线，往上1公分去连接我们的颈侧点与我们颈点的基准点，斜后的一条划分线。斜向后的一条划分线啊。好，现在我们发片提升，发片与头骨的角度呢，大概是在30度。现在主要是我们形状的一个建立啊。注意我们这一刀的切口与地面的角度呢是45度，切口与地面的角度，跟我们的另一侧的修剪方式一样的。好，把头位调正，向下侧头。这一片的切口与地面的角度呢是30度。切口一定要剪均。好，这一刀你往里面收，看到我们另一侧的长度。现在我们的切口与地面的角度呢是15度。好，下一片，向上1公分去连接我们的基准点、颈点。连接我们的颈点的位置上啊。现在我们划到这一片的话，也就与我们的另一侧的头发呢连接了，就等于我们的发片开始，这边的头发就有导线了，对吗？好，我们继续把发片抬起来，找到我们的要的角度，比我们第一片开始提升1指位，这一片的角度呢是45度，下面有引导线啊，剪的时候不要贪刀，小切口弧线往里面走。所以我们一片头发不需要剪得太宽啊。这一刀与后面连接了，降低一点啊，这一刀和我们的刚才剪的外线的角度呢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一刀的角度是30度。然后我们把它梳好，继续的向后延伸，向上1公分去连接我们的枕骨点与颈点的基准点啊。枕骨点的位置在这里，等我们剪到枕骨点就可以了。枕骨点与我们颈点的基准点这一片，弧线的划分45度。好，把头发抬起来，发片梳到我们的发丝与头骨的角度45度。现在我们去提拉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啊，现在我们的切口发片的角度依然和我们另一侧是一样的。刚才我们是不是指尖抬起，指缝压？现在我们是指缝抬起，指尖往下压啊，力是一样的，只是我们的手位不一样。所以呢，剪这款发型对这个发片自然垂落和对我们的力的一个练习有很大的帮助。往下走，走圆，小切口啊，大家能看到我每一刀剪的发片的长度没有超过2公分，对吗？啊，都是小的弧线，小弧线往后去拼接的。然后这个地方
注意切口一定要剪柔和啊。好，剪完以后呢，给它喷水，注意水分要均匀。剪头发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控制力，对吧？控制力呢，不光是拉发片的能力，控制力呢也包含你的站位，然后你的拉力、你的水分和你的梳头发、宽齿分、密齿带啊。斜向后划分，这片头发呢，划分到我们的枕骨点。发片依然找到我们的角度45度，角度45度，指尖压低。指尖压低，指尖再往里面收啊！指尖收向的位置是我们的颈侧点，看到没有啊？指尖的位置是我们的颈侧点。跟随头骨走，不是角度逐渐降低哦。角度依然是和头骨的角度是45度啊，只是我们划分线是由高到低的，所以你看到我是从高处走过来的，对吗？啊，我们每片头发呢与头骨的角度还是45度。好，剪完这一片以后我们就停了，我们又开始从刘海向后去剪了。如果我们再向后剪的话呢，这条划分线到前面就不好控制了。所以呢，剪到这一枕骨点的地方就停下来。现在我们把这个头位呢调好，支架调好啊，调到我们比较方便控制的一个位置上。所以我们时刻要看到我们的头位，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会影响你形状的建立，也会影响你角度的建立，对吗？好，现在我们把这个头发呢梳通顺，然后从前发，从我们的这个上面这一根就是我们刚才剪刘海去的这一片头发，从这个地方划分线地方开始，斜向后去划分。划分线的高度呢是75度，对吗？这款发型有很多种的修剪方式啊，也可以分 U 型分区剪，或者是分从后向前剪都是可以的。好，我们去修剪的时候呢，从后面往上去修剪，找到我们的引导线。角度呢依然是45度啊，注意我们的切口上下和左右都要时刻的注意。内部的结构就是一个圆形啊，指尖压低，指缝抬，指缝抬，看到没有啊？抬指缝，放长我们的动感区的头发。转角线以上的头发呢，还是向上提拉，这样剪完以后呢，我们整个发型在动感区是比较柔和的，不会产生阴线。斜向后划分，来头发拉起来，角度45度，注意我们的指尖压低，弧线往上走。转角线以上的头发往上提拉，压低切口，发根一定要梳好啊，发根千万不要有松的，梳的要均匀。再去梳头发的时候呢，大家看啊，我们是垂直到划分线，然后拉起来手再去接住它，这样子去拉头发的时候呢，不会把头发拉得过于的紧啊。剪假头模和剪真头还是有点区别的，特别是我们给真人剪的时候，那头发有的它的这个头皮很松，对吗？再加上头发本身就有弹力的。头皮的弹力，你使劲拉的过于紧，等一下我们的切口呢，它就是不规则的。所以我们的拉力一定要均匀，要轻。斜向后划分，头位呢稍微的调整一下啊，注意我们的角度。走圆，堆积的切口。好，转角以上头发向上提升，向上提升，
压低切口。压低我们的切口。来，最后2片。到引导线，看不清楚引导线，你就不要把它继续剪，你就把它再重新的梳理，或者是把头发梳扣一点啊，去看一下它的导线在哪里，然后呢再下刀。所以剪头发的时候呢，不要心急啊，快就是慢，慢就是快。虽然我们去划分、提拉、剪切，大家看到是一片一片进行的，对吗？而且1公分1公分往上剪的。这样剪完，最终我们得到的切口呢是比较工整的。如果说我们去过于的心急，你把发边分得过于宽，或者是提拉角度的时候不是特别的注重这些，那到最后一片的时候，你会发现剪完以后它的切口就是不均匀了，对吗？那这样子会导致我们最后剪完整款发型，都是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了，对吧？好，最后一片我们把它2片头发给它过渡，把它合到中间。找到我们的引导线，继续给它往上延伸，提升，往上提，压低我们的切口，往上提压切口。好，现在我们把它反过来，再给它交叉，交叉打磨，有长的就给它剪掉啊，没有就放过它，然后把2片合到中间。再去看一下，这个切口就已经很干净了啊，切口已经很干净了。大家能看到它一个堆积的切口吗？能不能看到自然的弧线的堆积切口啊？内部堆积，对不对？弧线的切口，很开心吗？纵向的切口呢是一个逐渐堆积的弧线，对吧？每一片都是啊，每一片的切口都是非常干净的。去检查一下，看到没有啊？好。好了，我们把它吹干、吹顺啊。吹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头发吹到自然垂落，发根呢吹蓬松。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切口啊，整个发型剪完以后呢，它的这个堆积的效果是比较的这个柔和的，能看到这个枕骨区以上呢，它是堆的比较饱满的，在枕骨区以下呢，它是一个收紧的啊。侧面的效果也能看得出来啊，它这个地方的堆积感是比较明显的，对吗？这是我们的小边这边，这里长出来这一点呢是我们的侧角点的头发啊，这里头发它的自然垂落下来呢，头发不会往上弹，那其他地方呢有一点点往上张力的问题啊，是不是有点短了？看见没有？等一下我们再去做的时候呢，把这个外线呢稍微的精致一下就可以了。能看到啊，这边的也形状，这边是我的大边以后呢，我们能看到它的自然垂落的效果。这里是一个放大的啊，前面是一个长的刘海，有一点点三角的感觉，弧线自然的过来和我们的后面的这个圆连接的。这是我们去剪完吹干以后没有做任何修饰的，能看到它没有任何的印线，对不对？好，我们再去把它的切口呢稍微揉一下，然后把外线呢简单的做一下处理，让它看起来更精致一点。